这里便是你的葬身之地，周巡。这次我不会再让你逃掉了。区区筑基，我看你拿什么抵挡我的本命法宝？风月真人，原来如此，那封书信必然是他逼迫雪莹写下的，为的就是将我引出忘川湖。在你们看来，我不过是凭借法阵之力吧？殊不知，即使不算化身，我如今的实力也不比寻常的真丹修士来的差。此时他们派遣风月真人来劫杀我，莫非是觉得吃定我了？哼！虽然天域门收缩采取防御，但虚国一方依旧无法攻破。同时为了防止天域门的进攻，他们最多只能抽调1位真丹修士前来。但我还真是没有想到，他们派来的竟是风月真人。哼，当真是袁家路窄。今日便让我看看前辈你的实力吧。哼，看来今日我不仅能一雪前耻，还能有不小的造化。哼，雕虫小技，不过3阶符箓而已，我看你还有几枚？3阶下品的法术，烈炎盾。这是法宝，一时不察，竟让你成了气候。今日定要让你殒命于此！什么？我竟落了下风？不，绝不可能！我可是世家大族出身，名门正派培养，虚国霸主云光宗为3的真丹修士，如今竟不敌1位散修出身，修炼不过数十年的小子，这要是说出去，绝对让人笑掉大牙。难不成我还要成为周巡成名的垫脚石？若真让他成名，那在未来的典籍中，我就成了他的背景板。不，绝对无法接受！不，看来要将此人击败，并非什么易事。看来是我围攻了。假丹傀儡，化神还尚未赶到，我就先示弱一番。若是将其吓走了，可就不好了。这周巡虽然法力不弱，但身上法力厚重感不足，明显是法力不济的缘故。若是我拖延下去，落败的只能是他。届时我不仅能一雪前耻，还能得到周巡身上的天大机缘。这可是能让初入中品灵根的散修50年间便比肩真丹修士的机缘，再加上林雪英的水月之体，元婴之道大有可为呀！这样的程度，就算你最后能将后土遁损伤，又能剩下多少法力？呵呵，胜利已经属于我啦！我示弱一番，不知你又舍不舍得走呢？呵呵，上钩了！周巡呐，周巡，散修出身，终究是眼皮子浅了些。待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宗真丹了。原来是筑基巅峰。不对，这是身外化身之法。哼，周巡，难道你以为借此便能击败我吗？周某左思右想，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
到底是何处得罪了前辈，以堂堂真丹之尊要来对付一介炼气修士？好在周某命大，活了下来。那么接下来便手里见真章吧，看招前辈！修，这种手段，莫非天宇门的御膳公子风无忌，那个曾经重伤我宗假丹修士的天才？难道周巡的身外化身正是用他所炼制？但为何会保留功法与秘术？这与我所了解的身外化身之术完全不同啊！或许我可以着重发展一下傀儡之术，只要灵石足够，根本不惧法力消耗。可恶！左冲右通之下，依旧无法冲出此子的包围。没想到我竟会困在他的手里。我可是云光宗为酸的真丹修士，手中更是有3件法宝存在，而且威能都不弱。金岩谷大战那时，地灵根的吴宗道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但如今却……该死！难道我要陨落于此吗？不可能！我可是真丹修士，我未来还有300多年的寿元，怎能陨落于此？而且还是陨落在当年我丝毫不放在眼中的蝼蚁手里。周巡，我答应你和雪鹰的事情不再阻拦，你放我离开如何？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前辈无需多言。我是云光宗真丹，你不能这样对我，你就不为自己想想，不为忘川湖想想吗？不。周巡，从即日起，你被开革了。这90枚灵翠，便是你的补偿。100枚灵翠才能兑换1枚灵石。N+1，还不错。哎，一晃已经穿越过来2年了呀。天不生我周老祖，仙道万古如长夜。我去，不是吧？前世996，今世007，我还真是越混越回去了。我如今的身家放在炼气初期的修士中，也算是上游了。1枚灵翠3斤灵米，我每月要消耗30斤灵米，就算省着点吃，剩余的灵翠也勉强只够支撑1年啊。宁春经，又是这个梦，2年来这已经是第3次了。这宁春经到底是什么功法，竟然能凝练灵芝精华，弥补修士根基？一剑开天门，举霞飞升，9世长生。哼，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哼，我终于观其全本了，名额尚未公布，妙福阁就风向突转，将我开革了。哼，此事必然与魏氏兄弟有关。我如今的修为不过是炼气2层，面对魏上人兄弟，没有报仇的能力。不过好在我宁春经全本在手，能够提升灵根的资质。哼，此事容我修为到一定高度后，
再报此仇。我眼下的当务之急便是尽快找一份活计，积攒灵石。也不知道单兄回来了没？诸位道友有礼了，本人吴贵，乃是吴家的灵田管事。诸位都知道，灵骨成熟散发骨香，极易招惹灵蚜虫。如今我吴家灵田成熟在即，需要15位道友参与灭虫，时长一共7天。至于待遇嘛，这期间消耗的灵米均由我们吴家提供，同时灭虫结束之后还会奉上10枚灵翠。吴家果然大方，此等手笔，方显大家族之风采。吴家有大格局。哼，没想到刚来就碰到这等好差事。不过我们也是有要求的。第一，报名之人必须修炼金属性或者火属性基础功法。可惜我当年选修的是木属性的养元诀。这第二个要求呢，是修为必须在炼气3层以上，低于炼气3层的就不要来凑热闹了。不过是清扫灵蚜虫而已，炼气2层的修士完全可以胜任了，还请管事大人通融一下。是啊，管事大人，清扫灵蚜虫我们都有着丰富的经验。我等炼气2层定能胜任。我们吴家之事还轮不到尔等聒噪。一把老骨头也来凑什么热闹？吴管事，您老通融通融，老朽也是炼气3层，您就让我过了吧。呸！让你过？你当老子是傻子吗？赶紧给我滚！你是什么修为？炼气2层。我们只招炼气3层的修士，走吧走吧。啥？炼气2层？啊，走。炼气2层，不要。这个人来者不善。哎呦，周兄啊，你可算回来了。魏某啊，可是等了你足足1个时辰。哦，是魏兄啊，不知来寒舍有何贵干啊？昨日上宫啊，见周兄没来，魏某啊颇为担心。这一打听才知道周兄竟然被开阁了，因此前来拜会一下，看望一下周兄。魏兄好意，周某心领了。哈哈哈，周兄啊，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呀？你我虽然有些局域，但好歹是共事过一场，就不请我进去喝杯灵茶？魏兄何必惺惺作态，既是恶客，周某也不多留了，请便。看周兄似乎从西广场而来，想必是去找活计了吧？不知怎样啊？若周兄不弃的话，我可以为周兄介绍一样。毕竟嘛，我如今已是符师学徒，这点面子还是有的。此事倒无需魏兄操心了。周兄，你就不好奇为什么被开阁吗？哼，此事除了魏兄你，还会有谁呢？周兄果然多智啊！4天前我兄长晋升1级符师，得到消息后，我当即就找到管事将你开阁。有我兄长的面子在，他自然不敢拒绝的。周巡，你可真能装！没了铺子的活计，你恐怕这房子都要租不起了吧？届时被赶出红叶坊，只能在外面跟那群野修杂居，朝不保夕，说不定哪天就横死在臭水沟里面。到时候魏某一定给你多上2炷香。而我就不一样了，如今我成为制服学徒，未来还要成为符师，从此成为红叶坊的人上人。哼，那周某便在此提前替魏兄祝贺了啊！兄长说打蛇不死必受其害，若是出手，那便全力将其摁死。只有死去的仇家才是好仇家。我能弄死你那个世叔，自然也能弄死你。啊，原来是林管事，您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呀？听说你被妙福阁开除了。啊，不错，
林管事好灵通的消息。我的来意想必你也能猜到，正为收取明年租金。不过有人借上头朝我递了话，不再将这房子租给你。但我林某岂是那般受制之人？这房子呢，我还是租给你，可是租金要上涨50%，不然我也不好交代呀。这租与不租，你且考虑考虑。不知那递话之人是否姓魏？不错，那人以23岁的年纪进阶成为符师，风头正盛，未来有不小的概率晋级1阶上品。我劝你不要与此人作对。符师？不错，3日前那人顺利进阶符师。那多谢管事忠告，周某记住了。这房子我租了。可恶，还是低估了他们。没想到平日里偷奸耍滑的魏上人还有这等的心机。哎，还是得赶紧找个活要紧。这位道兄，不知此地发生了何事啊，让众人如此激动？道兄，道友有所不知啊。5日前，林家丹房的云苦大师成功突破至筑基期，同时进阶成为2阶中品的炼丹师。为了庆祝与扩张，林家的丹房便决定招募炼丹学徒10名，灵气杂役30名。这可是我等散修的大机遇啊！什么？道兄可知这次招募的要求？首先必须来历清晰，身家清白。如果是我红叶坊长大的弟子，当然更好。其次呢，这炼丹学徒必须年龄低于18岁，同时修为在炼气3层以上，之后择优录取。灵气杂役则是30岁之前炼气3层，18岁前炼气2层。只可惜道友即将炼气2层圆满，离那学徒的标准只差1丝，可惜呀！哼，有何可惜？我不过是区1阶散修，能入林家成为灵气杂役，我早就心满意足了。至于那学徒，在下却是不做奢求了。不骄不躁，懂取舍，有自知，心性上佳。只可惜天赋修为太差了，知足常乐，道友看得开就好啊。不知何时报名？1个月之后的今日，便在此处公开报名，同时进行选拔。希望道友届时能够如愿呐。那多谢道兄了。1个月，我还有机会。虽然我还不到炼气2层巅峰，服用引气丹的话，直接突破到第3层的概率不大，但如此机遇当面，值得拼一把。这位公子，不知想要买什么丹药？引气丹，一共41枚灵粹。哎，你知道吗？周雪英听说被妙福阁开除了。他有这样的下场？周兄弟，听说你被妙福阁开除了？高大哥，此事连您都知道了。你的事儿，整个巷子已经传遍了。不如我帮你说说，去我那酒楼当一名小厮，虽然比不得你在妙福阁，但也是个安身立命的去处。哼，多谢高大哥，但是我还是想自己去找找。若真是没有办法的话，到时候就要麻烦高大哥了。也好，你年纪轻，
应当多碰碰机会。若真不行，再来找我便是。待我吃完灵米饭，身体灵气充盈之时再服用，哼，到时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周大哥，哎，大海，你何时回来的？此事说来话长，我们还是进去，先将这玄蟒兔料理了，边吃边说。请。哎，大海，我观不少的猎妖修士纷纷回返红叶坊，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大哥，你还是这般聪明。白蟒山中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导致大量妖兽都开始向外围蔓延。什么？往外围蔓延？不错，甚至有人说看到了2阶妖兽，这可相当于我们修仙者的筑基期修士往日里数年才出现这么一回，这次传出来的消息便不下有5头因为事发突然，折损了大量的猎妖修士，我二叔便打算先返回红叶坊避一避风头。对了，你还不知道吧？我如今的修为已经达到炼气3层的巅峰了。你看，贼娘死！等老子找到机会了，一定逮着那管事，狠狠揍上他一顿。那如今你怎么办？可有找到活计？尚未寻得。大哥，我今日前来其实还有一事。哦，不知是何事？我跟你说，我昨日返回红叶坊的途中，机缘巧合之下，在一座山谷里发现了一窝精灵鼠。你在妙福阁应当知道此兽的妙处。自然是知道的。正好大哥你如今没有活计，不如跟我一起将这窝精灵鼠给宰了，也能换上不少灵翠的，解解燃眉之急嘛。单二叔乃是炼气5层的高手，猎杀这窝精灵鼠岂不是手到擒来吗？白蟒山事发突然，二叔还有些事情没有安排好，便就没有与我同行。就你我2人能成吗？大哥，你就放心吧，这精灵鼠虽说是1阶下品妖兽，但战力不强，好对付得很。原来是这样大哥，你先准备学徒之事便可，此事不会马上成型，正好这个月时间，我也好做一些准备。我如今只剩下了不到20枚灵翠，不足以再购置1枚灵气丹了。看来灭杀精灵鼠之事要提前了。这精灵鼠生性警惕，极为灵敏，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需要购置醉心果，以此物为诱饵，再配上陷阱，当能事半功倍。此事交于我。若是有1枚储物袋就好了。此物我叔父倒是有1枚，可惜他宝贝得很，从来不介于我把玩。此地如此偏僻，你是如何找来的？因为没有叔父陪同，所以此次回访我便绕开了大路，专挑无人之处行走。虽然艰苦了些，但胜在安全。那日我在此歇息，西边林子忽然传来阵阵虎啸之音，隐隐还有灵力波动，我便偷偷地摸了过去，便见场中一虎一鼠厮杀在一起。那虎只是凡间猛兽，但是动作迅猛，体强力壮，实力不可小觑。鼠呢，却是精灵鼠，1阶下品妖兽。便见一头浑身金毛1尺大小的精灵鼠，和一头身长8尺、毛色黄黑相间、斑斓锦绣的猛虎站在了一起。那猛虎气势凶猛，行动如风，不断地朝精灵鼠拍去。精灵鼠呢，闪转腾挪，游刃有余，不时的挥爪划破猛虎的皮肉，竟然还占了上风。猛虎恼羞成怒，
张开大口甩头就是一咬，但是用力过猛，脖颈处露出了破绽。那金灵鼠微微张口，一枚金刃飞出，就从老虎的脖子横拉而过。只听扑哧一声，猛虎当空就摔落，抽动几下便死了。紧接着，那头金灵鼠居然拖着数百斤重的虎尸，朝着林子深处陷去。我看他走了，我也就跟了上去，翻山岭越小河，行了足足10几里地，一直到了这处山谷，才停了下来。那金灵鼠进了山谷，就朝空中吱吱叫了几声，接着就从谷内奔出来1大3小4头金灵鼠，围着那头大老虎大快朵颐。而我则记下了山谷的方位，返回红叶坊。没想到仅仅是1阶下品的妖兽，便能力搏凶虎，以之为食。如此凶物，该如何应对？此网名曰居灵，以1阶下品妖兽人面蜘蛛丝编制而成，虽不入法器之列，却极为坚韧，寻常下品妖兽根本挣脱不得，乃是我们猎妖修士的必备之物。这一件事，这个是我们猎妖修士最常用的半法器猎妖矛，以灵力灌注其中，再投掷出去，寻常的下品妖兽皆不可挡，乃是1等1的利器。这次行动我拿1/3的分子，倒是占便宜了。待那灵鼠出来品尝灵果之时，你我同时出手。糟糕还好，自己乃是白蟒山修炼出来的猎妖修士，竟比不过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那3只小的跑了，我们赶紧追啊！我去追左边那2只，右边那只交给你了。找到了，这是灵药。好险，差一点就着了道了。以后出来定要准备1枚防御符箓。大海，这么快就解决了？哈哈，那俩小的没跑，还想躲起来偷袭我，被我1矛1只扎死了。那他们的尸体呢？已经处理好了，血液、胡须、妖兽肉我都收集好了。对了，你那只也给我处理，晚了价值可要大打折扣的。对了，那4株似乎是灵药，你认识吗？灵药？聚灵草。聚灵草，难怪方才进来的时候灵气浓度越来越高，到了这大厅之后，浓度甚至堪比红叶方了。大哥，这是真的吗？我竟然得到了2株聚灵草。嘘，大海，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灵药的价值之大，恐怕是连筑基修士都是有兴趣的。如今落在了我们的手里，必须守口如瓶才行，否则定然会引来杀身之祸的。大哥，你就放心吧，财不露白是每一个猎妖修士刻在心底的准则，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大哥，这一趟我们算是发了。那2株宝物太过珍贵了，就算是以二叔的身份，若是泄露了消息，也难以保住此物的。吴家的珍宝阁信誉过人，应当不会为了此物损了多年的名声吧？那要看是何等的宝物才行。若是寻常的宝物也就罢了，这可是聚灵草，破阶的宝物啊！大哥，有了它，你、我、二叔，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炼器后期的大修。这头金灵鼠还没有处理呢。差点忘了。这金灵鼠值几个钱？有了这几株聚灵草，足以换得我们修炼到炼器后期的资源了。幸好我这次带着保存灵药的玉盒，不然还得多走一趟。大海，这4株……大哥，
这4株聚灵草都是你发现的，你我一人一半便好。至于那精灵鼠，还是按照之前的约定。那个，我们说好了。大哥，之前那精灵鼠是我判断失误，若不是你，恐怕要失手的。还有啊，这处洞穴若不是大哥你，以我的性子，恐怕宰了精灵鼠就离开了，根本不会进来，也发现不了这几株灵药。一人一半，说起来还是我占便宜了。好，那便如你所言。是啊，若是炼成聚灵丹，可是能造就10余位炼气后期的修士的，对一个家族来说，可是莫大诱惑。这足以引出吴家筑基期修士出手。以他们的修为，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我们，并且还能让外界一无所知，你信不信？唉，那我们得了此物，一时之间也无法使用，真是令人糟心。嗨，宝物动人心，你我如今的修为还尚低，还是耐心收藏吧。待到炼气中期巅峰之时，再以此物换取聚灵丹，一举突破炼气后期。哼，如今我聚灵草在手，正好试一试那凝春经的能力。这几日的赶路使我身心俱疲，状态不佳，还是待明日调整好再来一试吧。这位道兄，欢迎来到妙福阁，不知想买些？咦，周巡，你怎么来了？啊，我来找刘掌柜。你已经被开阁了，还来我们妙福阁作甚？原来是周巡。哼，我们乃是来售卖精灵鼠材料的，未曾想这位却是要将我们往外赶。原来如此，倒是我们管教无方了，在下向这位道友道歉了。哦，还有周巡，不，周道友，既然是来售卖材料的，自然是我们的客人，还不向2位道友赔罪。周兄，还有这位道兄，是小人狗眼看人低，还请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在下。下去吧。2位道友，且往内室说话。2位是来售卖精灵鼠材料，不如拿出来看看。自然可以。看来2位道友是端了一个精灵鼠的窝啊。不错，成年精灵鼠兽血也处理得当，确实是上品。这2只品质差一些，应当取自幼年精灵鼠，我说的不错吧？刘掌柜好眼力。哎呀，看得多了。怎么样？不知能值多少灵翠啊？4瓶兽血，那2瓶上品的可按21灵翠1瓶收购，那2瓶差些的13灵翠1瓶，那一匣子鼠须一共可出66枚灵翠。至于鼠皮，成年的可按26枚灵翠1张，幼年的便只有11枚了，加起来便是208枚，凑个整，一共210灵翠。2位看怎么样？价格很公道，我们卖了。将这些材料收入库房中去。原本被革职的周巡竟以客人的身份回来，赚走了200多枚灵翠。我们妙福阁有不少好宝贝，2位可要购买一二。周道友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我可以给你们一定的折扣。哈，多谢刘掌柜的好意了，日后若有所需，定当讨扰。那先告辞了。钱巡，找我何事？魏副使，您猜我今日碰见了谁？谁呀？周巡。他来妙福阁做事，莫非是还想回来？我原也是这般认为的，但不知他从哪儿杀了一窝金灵鼠，此行却是出售妖兽材料的。金灵鼠材料？他不过是炼气2层的修为，上哪儿去弄这等宝物？我哪敢欺骗您？我看刘掌柜非常客气地将他迎进了内室，不像是假的。那你可知他卖了多少灵翠？今日内室当值的乃是蓝宋，把他唤来一问便知。快去。见过魏学徒。今日是你在内室当值，想必知道周巡出手金灵鼠材料之事。你且告诉我，他一共得了多少灵翠？何时出去的？又在哪里猎得？何时出去，在哪里得到的我不知道，不过他一共得了210枚灵翠。大哥，那周巡也不知道哪来的运气，
竟然找到了一窝金灵鼠，卖了200多灵翠呢。你不是安排杰修对付他了吗？怎么他还活着？你将其挤出妙福阁，乃是祖道之仇。打蛇不死，必被其害。我教你的这个道理，难道忘记了吗？兄长，你是不知啊，那绿柳巷的管事仗着自己是林家的子弟，根本就不给面子。那屋子周旋还是好好的住着呢。唉，若我们罗家还……二弟，慎言。大哥，我……那2个字你休得再提。周巡不过小人物，如今离了百福阁，对你我造成不了威胁，无需过多关注。眼下当以3弟之事要紧。待3弟成了云谷大师麾下的炼丹学徒，你我随时能够对付他。多谢大哥。这猎妖的收益果然高啊，只不过这风险同样也不小。我还是适合安安稳稳的修炼。但是有了这笔灵翠，我便能购买1枚引气丹了，尝试突破炼气3层。如今距离报名截止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自己得抓紧了。不过眼下我经过1夜的修整，状态已经恢复到最佳了，也是时候试试那明春经的效果了。天之道，存有余而补不足。神石，倒是节省了我数年的苦修。这一次使用凝春经带来的提升之大，实在是超乎想象。哦，对了，差点忘了，凝春经最根本的是提升灵根资质的效用。比之过去，灵气炼化的速度至少提升了1/3，就是不知道我现在的灵气感应度应该是多少。若是将这株巨灵草给炼化了，是不是能直接进入炼气中期？哎，算了，这株巨灵草还是留着突破炼气后期用吧。灵药市面上还有许多，犯不着用这种极为罕见的珍品。我的天，当真是凝结了所有的精华。小兄弟，又见面啦！哼，真是缘分啊！没想到在此地又遇见道兄了。诶，小兄弟，竟然突破至炼气3层了。想来是要一搏那炼丹学徒之位，当真可喜可贺啊！在下也是侥幸，当日得到消息之后，便拼尽了身家购置了1枚引气丹，放手一搏，没想到真的突破了，不然还不知道往后该如何生活了呢。那日小兄弟匆匆离去，竟是去购置引气丹的。是的。机遇当面，果断出手，以身家相搏，小兄弟未来定有大出息啊！哎呀，道兄谬赞了，在下不过是头脑一热就购置了那枚引气丹，花费了全部的积蓄。事后想起来呀，仍是后悔不已。哈哈哈！小兄弟有所不知，自那日之后，引气丹价格暴涨，最高时接近80灵翠啊！想来小兄弟事后若是后悔，退回丹药之时，还能挣上一笔啊！听了道兄这话，在下还真是有几分后悔了。小兄弟当真是个有趣之人。老夫姓萧，不知……在下周巡。周巡？老夫还有要事，下次相见再与周兄弟畅聊。2次相遇均是偶然，那位老者如何笃定我们还能相见呢？本人林之山，忝为丹宝阁执事长老，今日招募大会便由我主持。林之山不是被派往白云仙城的丹宝阁分店坐镇了吗？如今怎么回来了？
据说这位林之山乃是孤儿，在家族内并不受重视，乃是云苦大师慧眼识英才，发掘其炼丹的天赋，而后更是收为亲传弟子，教授炼丹之术，这才有他的今天。不错，林之山视云苦大师如父，他定是得知云苦大师突破的消息，亲自回来道贺的。诗词图笑，当真一代佳话。本次大会共招募学徒10人，杂役30人。炼丹学徒要求18岁以内，炼气3层以上者方可报名，而后我们会从中选出20人。经过半年时间的培育，择优选取10人作为真正的炼丹学徒。灵气杂役则要求30岁以内，炼气3层以上者，或者18岁以内炼气2层以上者，而后我们会直接选取30人，与其签订契约。有意者可在台下报名。哟，周巡，你也来报名？哼，原来是魏兄啊，怎么也来了此地啊？莫非也想转投林家了，做一做那炼丹的学徒？周兄弟说笑了，我与二弟此来是陪三弟报名而已。哦，见过魏府师，此人不好对付。此人如此年幼，便已达到了炼气3层，天资不凡，我得多多谨记。周兄之名，上义常听兄长说起，今日一见，果然气质不凡。日后同为炼丹学徒，还要多多请教。好说好说。你很不错，17岁的年纪，炼气3层的进度也已经过半，不似那些临时借助丹药突破的修士。加之又是从小生长在红叶坊的子弟，家世清白，这次招募你基本没问题。哼，多谢管事大人，这次稳了。留下一缕法力气息，你便可离开了。上礼见过舅父。原来是上礼啊，你怎么来了？我这次乃是陪着我三弟前来报名的。他乃是中品灵根，今年不过16，已经是炼气3层修为了。上义天资不凡，又有我照拂，此次入选自然是毫无问题的。倒要劳烦舅父费心了。对了，舅父，方才进来那人如何？方才那人？你是说刚才那位小兄弟？哈哈哈，此人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同为红叶坊自小长大的子弟，此次定然能够入选。上义加入之后，可与此人多多亲近。说起来，方才那人与我也认识，此人曾经是我们妙福阁的灵气杂役，不过为人刻薄，办事偷奸耍滑，与我弟弟多有龃龉。但此人天赋不错，加上惯会隐藏，因此在妙福阁蒙混了3年才露馅。前段时间刚被开阁扫地出门，没曾想今日在这里遇到。舅父可莫要被此人给欺骗了。前段时间被开阁，那不正是上礼晋升1阶符师的时候吗？此事定是他的手笔。也罢，既然侄女婿亲自开口，那便给他个面子吧。不过我也不能白干呢。此人当真是贪得无厌。不过这样也好。对了，上次拜见舅父，仓促之间没有准备什么厚礼，上礼心感不安。正好我近日得了一瓶灵液，不若献与舅父。上礼太客气了，此物与我确实有急用，那便愧受了。此人为妙福阁开阁灵气杂役，不建议。师尊，人选都选好了？选好了，这是名册。师尊今日心情不错。遇见了一位有趣的小友，
颇有你年轻时的风范呐。莫非也是个不认命的小子？不认命，是啊，就是不认命。虽然资质差些，但心性极佳，颇有向道之心呐。看来师尊看重此人。咦，那小子竟然没有入选。妙福阁开阁杂役，有趣，有趣啊！师尊，看来此子得罪人了。妙福阁在红叶坊也是与我们齐名的店铺了。我待会儿便会安排人去调查一下。也好，查查这小子到底得罪了谁。对了，师尊，那我将这小子加入这次名单。无需如此，随你便。扩招这么多？去宣布吧。是。感谢诸位对我丹宝阁的抬爱。此次学徒招募之人竟有83人，杂役招募更是有327人之多。在下与师尊商议过后，决定扩充此次招募人选。关于学徒人选，我们决定扩充至30人，经过半年培育考核之后，再择优录取。同时录取的人数将扩充至15人。当然，考核失败的，若是愿意，也可以留在丹宝阁的。至于灵气杂役，我们决定扩充至50人。具体名单便会在稍后此处公布。多谢诸位了。有了那位管事的保证，加上这次扩招，我定然能够入选。大哥，今日大喜临门，不如你我去月香楼订上一桌灵宴，替三弟好好庆祝庆祝。也好，今天就由大哥做东。记得请上林管事，今天可多亏了他。以后少给我惹事，安心锻炼致富技艺。对了，今日救父之事，你必须守口如瓶。那是一定，一定。要宣布了。在下丹宝阁大管事林若昌，此次招募大会的结果将由我来宣布。入选炼丹学徒选拔之人如下：第1位，红叶坊锦云巷韦延之韦道友；第2位，苟后清王二牛。我入选了！我入选了！看此人的打扮，想来平日里过得不是很好，如今能够入选，无异于鲤鱼跃龙门了。哈哈，三弟，你果然入选了，以后要称呼你一声魏丹师了。哟，周兄还在呢，想必一定入选了吧？哈哈哈哈！有这位丹宝阁大管事亲口答应，我此次应当是已经入选了。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哼，周兄还不知道吧？这台上这位丹宝阁的大管事，乃是我大哥的七舅，他亲口跟我保证，定会将你捉落。什么？没想到那位面善的中年管事，竟然是魏家老大的七舅，这也太巧了吧！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哈哈哈哈！跟我作对，我让你永远出不了头，这就是你的命。魏兄真是好手段。哎，有这魏氏兄弟在，红叶坊已非我善地，或许是时候考虑离开了。第29位，红叶坊绿柳巷周巡。哼，魏兄还是那般爱开玩笑，周某方才差点还真的信了呢。是啊，方才跟周兄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哈哈。莫非此人与灵芝山或者云苦大师有关系？不可能！若是周巡有这么硬的关系，早就加入丹宝阁了，哪会沦落到被妙福阁开阁的地步？看来就是这次扩招，云苦大师看这小子乃是红叶坊之人，这才给了他一个名额呀。
一定是这样的。妙福阁开阁，不建议陆续。我罢除此人的理由完全说得过去，没有人会想得到这是我特意针对。就算是云苦大师得知，也只会认为我处事公道。除了魏氏兄弟，真相无人得知。我且将灵液退回，再告诫他们一番，此事便过去了。所有录取之人，请于3日后前往丹宝阁报到，过时不至者视为放弃。真是惭愧，贤侄，事情没办成，这东西你还是收回去吧。舅父哪里的话，这灵液不过是晚辈孝敬长辈之物，哪有收回来的道理？舅父安心收着便是。心意舅父收下了，你这灵液你还是收回去吧。我三弟上意5日便要前往丹宝阁，还请舅父多多照顾，这灵液就当此事报酬，如何？上次那事儿颇为蹊跷，我劝你与那人和解为好。哦，还有，这灵液乃为赵府你三弟所收，与那人之事可万万无关。还有上次之事，必须守口如瓶才好，否则这灵液我万万不敢收的。舅父放心，此事上里知晓轻重，我已经告诫二弟三弟，将此事烂在肚子里。如此我便放心了。对了，这段时间你我暂且少来往，以免引起别人不必要的猜想。上里记住了。大哥，我有个法子对付周巡。二弟，咱们与这周巡可还有和解的可能？我们虽然出过手，但他本人并不知情的。和解？断然不可能。再说咱们出手之事，我已经亲口告诉他。大哥何须和解？离报道还有3天，我们只要让他无法报道，他就翻不了天。此事自有为兄处理，你且安心学习制服，早日晋升符师。哼，纵然那大宝阁管事与我为难，至多不过是开阁而已，境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差了。何况今日之变，说明那位林管事在丹宝阁中也不是只手遮天的主，自己有很大的机会能在里面站住脚。丹宝阁炼丹学徒，这是我最光明正大，也是最有机会接触各类灵药的机会，风险和收益完全成正比，不能错过。周大哥，周大哥，周大哥，恭喜加入丹宝阁，成为炼丹学徒。嗨，此言尚早，成不成还得看半年后的考核呢。大哥，瞒得我好辛苦啊！你不知道，今日在西广场忽然听到大哥的名字，可当真是惊到我了。是大哥的不是，我自发赞美如何？大哥，此等大喜事，你打算如何庆祝啊？邀3两好友，自己人小庆一番即可。也好。不知大哥打算定于哪一日？3日后我便要前往丹宝阁报到了，不如就明日吧。家中灵米、灵茶充足，倒不需要另行购置。灵酒只剩2壶了，还有灵果、妖兽肉之类的，需要采购一下。这些交给我吧，我与东市灵杂铺的胡掌柜熟得很，有优惠。那便劳烦大海你了。大海，你这可是发财了呀，怎么买了这么多灵物？哈哈哈，你不知道，我周大哥成功入选丹宝阁炼丹学徒，这个是为他明日庆祝准备的。周大哥？周巡？对。荀小子，听说你入选丹宝阁了？单二叔，您何时回来的？可有1年没见了。不错，长大了，就是这身板有些弱了，得空买一本炼体功法练练。二叔，进去坐。二叔没有什么好东西，之前在山里运气好，得了一株灵药，送与你庆祝加入丹宝阁。
啊，二叔，这太贵重了。二叔送出去的东西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长者赐，不敢辞，那侄儿收下了。哎，林管事，您来了。不错，好好干。周大哥，周大哥，原来是你们几个，我已经被妙福阁开革了，你们还来做什么？嘿嘿，周大哥，这不是听说您被丹宝阁录取，特意来给您道喜的。上次是我不对，有眼不识泰山，您就原谅我们吧。是啊，周大哥，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们吧。50灵粹，你们几个也算出血了呀。周大哥，前饭是小弟们的不是，日后小弟一定到天香楼摆上一桌，亲自向您赔罪。好了，灵粹你们也送到了，日后莫要再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之间的恩怨交情一笔勾销。怎么，你们不服气？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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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怎么有这么多人来访啊？幸好山凶海灵物买的够多，不然都招待不过来了，那就有些失礼了。哎，看来是我低估了丹宝阁这炼丹学徒的名头。周丹师，周丹师，洪三哥，你不是走了吗？怎么还有事吗？哈哈哈，的确有事相商。那进来说话吧。不知洪三哥所谓何事？周丹师应该知道啊，这4大家族联手禁止了坊市外围的交易活动。不错。可实际上，这外围的交易之事却是屡禁不止啊！甚至我们4大势力主要的收入来源，便是这暗地的交易啊。据我所知，铁山帮最大的生意不是售卖符箓吗？要找的话，也应该是主要负责售卖丹药的存灵会来找我吧。近日白蟒山妖兽爆发，这诸多炼妖修士纷纷回返，炼制符箓的材料供应大量减少，导致符箓的价格暴涨。我们做的大多是低阶修士的生意，这价格一涨，我们的符箓自然它不好卖了呀。我堂口下10几张嘴，便想着开拓一下财路啊。正好周丹师被丹宝阁录取啊，你我若是合作，大有可为啊！那个在下如今连炼丹学徒都不是，如何能帮得上忙？周丹师有所不知，这丹宝阁乃是红叶坊最大的丹药铺子，里面售卖的都是正品丹药，对于那些炼废的低阶丹药，自然是看不上的。但此物对于我们外围的低阶修士来说，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宝物了。周丹师若能收集这些炼废的丹药，我洪三照单全收，您看如何？此事在下如今还无法答应。我如今不过是录取而已，对丹宝阁内部来说可谓是一无所知，就算此时答应了三哥你，恐怕也无法拿出丹药的。不若待我进入丹宝阁之后，获取了废丹甚至是正品丹药的路子，届时再与三哥合作，你看如何？还是周丹师想得周到啊！那便说好了，若有了丹药路子，一定想着我洪三。白天那是作为街坊洪三的贺意，现在呢，那才是咱铁山帮洪三的贺礼，还请周丹师莫要推辞。此时拒绝，只会让他以为我毫无合作之心，说不准还要得罪此人的。如此，多谢三哥了。告辞。首先是单二叔送的灵药，这是一株1阶下品的引灵草，正是炼制引气丹的主药，价值超过了150枚灵粹了。他还更为直接送了100枚灵粹，当真是大手笔。至于那10几个街坊和蓝送的，
加起来也超过60枚灵粹了。这是灵石。大哥，我叫王二牛，今天也是来报道的。在下周旋，见过王道友了。大哥叫我二牛便好，我在村里他们都这么叫我。也好，以后我便叫你二牛。二牛，你说你14岁方才修炼？对啊。那你今年几岁？17岁。好家伙，修炼不过3年，已经是炼气3层了。看来他灵根资质不低，至少是中品以上的灵根，甚至是上品灵根了。姓名：王二牛。输入一丝法力。公子且在此等候便可。我似乎不认识他吧？莫非此人竟是位和善之人，一身的威严也是9局高位所致。诸位小友，我代表丹宝阁欢迎各位加入。你们将在此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半年后进行考核，择优选取15人担任学徒。学习期间待遇为正式学徒的1半，每月20灵粹。学习期间的丹炉、地火，我们丹宝阁自然会准备。不过炼制丹药所需的材料，便只有靠你们自行准备了。前半年的时间多以药理、炼药手法、控火之术为学习主要的内容。炼制丹药也是最后1月的事情了，不会有太大的花费。而当你们正式成为炼丹学徒后，基础的花费也不算什么了。当然，你们想学习新的丹药，所需的丹方、材料便只有依靠贡献换取了。最后一句，丹宝阁内学习的炼丹之术均不得外传，若是违者，将受到红叶坊的通缉。好了，介绍完规矩，接下来便为你们测灵根资质了。当然，灵根资质高并不意味着拥有炼丹天赋，我们最后考核的也是你的炼丹之术。灵根资质只会作为录取判断的辅助。第1个，钟离灿，水灵根感应度16，木灵根感应度19，火灵根感应度31，金灵根55，土灵根36，水灵根31。上品灵根，并且上品灵根中都是偏上的存在，接近地灵根，这等资质筑基期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未来甚至还有希望一窥真丹大道。想必这个消息很快会传遍整个红叶坊的。肃静。火灵根15，木灵根21。我原本不过山村一放牛娃，能够成为修仙者已经非常满足了。是二牛啊，你也分在这儿？见过灵管事，您有什么事吗？过来看看你和周贤侄。见过灵管事。看来我那日说的果然不错，你当真入选。此事还要多谢灵管事了。我不过推荐了一番，真正决定的还是云苦大师。对了，我这里有一本炼丹手册，你平时可要好好研习，早日成为真正的丹师啊。那多谢灵管事。好了，你们好好研习吧。灵管事真是个好人呐。是啊，他是个好人。林家大小姐，竟然是她。林家大小姐。安静！今日第1课便是演示炼丹，让诸位对炼丹之术有一个初步印象。今日炼制的乃是炼气期常用丹药引气丹，炼丹之时需以灵火温热丹炉，这一步乃是凝炼药液。凝药手法有多种，不同灵药需以不同手法凝炼。成丹12枚，11枚正品，1枚劣品。价值超过4枚灵石，而成本绝对超不过2枚灵石的，利润超出1倍啊！难怪说炼丹师都是修仙者中最富有的群体。
今日演示炼丹之术，还望诸君日后努力练习，早日成为真正的丹师。大哥，我要成婚了！嘿，二牛，恭喜你啊！第一次炼制失败是正常的，周兄且放宽心啊！我炼制成功了。丹毒太多，勉强算劣丹。不过你是第一次炼制，算得上有天赋。好了，接下来你们多加练习，炼丹室的地火会一直开放的。若有什么疑问，下次可询问我。大哥，我练成了。没想到二牛你的炼丹天赋也这么出众。是啊，二牛你可真厉害。起！哼，10枚正品，炼丹果然是暴利。这还只是基础的灵药，若是引气丹、炼气丹这种修炼的丹药，那利润可就更高了。我的天，丹师之父恐怖如斯啊！我炼丹之事还不能让丹宝哥知道，或许是时候拜访那位洪三哥了。哼，这个月的收入怎么又少了2成？这样下去，我们细手堂还干不干了？哎呀，三哥，我们也没有办法呀，符箓连连涨价，外坊的那些散修根本买不起啊。现在白蟒山有数只2阶妖兽出没，那些猎妖修士根本不敢进山，符箓消耗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要陷入没有收入的境地了。三哥，有人送来一封信。信？什么信？5月前的约定。对了，是他，哈哈，我找到财路了。你们在家好好守着。哈哈哈哈，周丹师，好久不见呀！哈，三哥，好久不见，请坐。周丹师邀我前来，可是丹药有了眉目？哈，三哥莫急，先尝尝这天香阁的灵鱼，据说呀是从灵月湖刚捞出来的，新鲜的很呢。的确是难得的美味啊。三哥，再尝尝这道，这可是1阶下品灵角鹿的后腿切片，腌制了3天而成，这可是难得的美味啊。三哥，我邀你之意，想必你也猜到了。不错，丹药确实有眉目了。好啊，不知都有哪些丹药，有多少？眼下的话，还只有辟谷丹。只有辟谷丹吗？你我初次合作，自然是……哎呀，是我鲁莽了。这辟谷丹也好，受众极广，虽然利润微薄，但销量大的话，算下来收入也很可观。就是不知周丹师能提供多少丹药？每月差不多50瓶辟谷丹，每个月价值200灵翠的货，对于初次合作来说也算是不错了。不知多少灵翠出手？3枚5，如何？3枚5，这……最近丹药价格上涨，辟谷丹偶尔能卖上5灵翠的高价，1枚5的利润已经很多了。50瓶，这一共就算170枚灵翠，如何？成交。50瓶辟谷丹，成本在80枚灵翠左右。这样算的话，我每个月利润能有90枚灵翠，再加上丹宝哥20枚灵翠的月俸，综合收入达到110枚灵翠，超出1块灵石啊！辟谷丹终究是基础丹药，辛苦1天也炼制不了多少，赚的都是辛苦钱。真正发家还是得靠高阶丹药才行。竟然都是炼气中期的高手，怕也只有白宝阁这等势力能够奢侈到让炼气中期的修士来当守卫了吧？当真不愧是白宝阁之名。客官要买些什么？
我来看看丹方。丹方，还请室内歇息，稍后我们掌柜会亲自接待。这是我们店新到的明香茶，客官可以先品尝一二，我们掌柜的稍后就到。好茶呀！让道友久等了。啊，没有，刚做不久。听说道友想要购买丹方，不知需要哪一种丹药？不知引气丹作价几何？引气丹，原来道友还是一位入阶的丹师，久仰久仰。引气丹丹方我们有好几种，最简略版上面只有引气丹的配方，售价只要10灵翠。详细一点的则包含了引气丹所有炼制流程，售价50灵翠。至于完整版，不仅包含引气丹所有炼制流程，还详细描述了炼制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解决方法。我相信道友若是买了它，很快就能学会引气丹的炼制的。这个也不贵，售价3块灵石。价格还算公道。引气丹的话是长线丹药，它的丹方基本所有的丹师都有收藏。若是独家的丹药，恐怕几千上万的灵石人家都不会出售的。每一种独家丹药都可以造就一个辉煌数百年的修仙大族。就买完整版的吧。我们百宝阁最近新收了几枚丹炉，道友可有兴趣品鉴一二？炼丹炉的话，在下还真有几分兴趣。道友稍等，还请道友品鉴。不错，好丹炉。这等丹炉名曰清明，乃是以1阶上品清明铜以及2阶运火兽的灵骨炼制而成，成会80块灵石。不是80块灵石，80块灵石，那就是8000多灵翠啊！我去，这么贵！以我当前的收入，需要不吃不喝7、8年才买得起。哎，太贵了，在下暂时还买不起。道友身为炼丹师，想必很快就能赚到这笔灵石的。对了，若是道友炼制出了丹药，我们万宝阁也是收购的。出售给万宝阁的确也是一条路子。那届时可要劳烦掌柜的了。若非我如今已经是中品灵根，非得将你凝练了不可。按宁春经中的描述，资质越高，提升所需的灵质等级也要越高。不过宁春经凝练的精华只能补全灵根，提升资质吗？也好，不然每次凝练都是这般异象，说不得便被他人窥探了。哼，看来此物对植物也有弥补生机的作用。似乎品质提高了，只是提高的不多呀。莫非是那株灵骨苗太过频繁了？哼，且待几日后再试。虽然手中还有一株引灵草，但是它的价值超过150枚灵翠，就算是购置其他的灵药，花费也在100枚灵翠以上。这样的花费还是浪费不起的。只有2枚勉强算作正品，剩余的3枚只能算作劣丹了。唉，勉强保住了本啊。原来在凝练药液的时候还是不够熟练，导致后面融合不够完美，最终导致部分丹药炼制失败了。毕竟这一份丹药正常的话是能够炼制出10枚丹药的，超常发挥的话，药液凝练融合完美，一丝都没有浪费的话，则能炼出12枚丹药。哼，若是能够做到这一步，能够称一声大师了。若非我拥有神识，掌控细致如微的话，恐怕这一炉全都要废掉了。周丹师果然守信，这么快就将丹药准备好了。来，我敬周丹师一杯。哈，不过是最基础的辟谷丹而已，我找了几个同僚便凑够了。周丹师真的就满足于这每月1、2枚灵石的交易？算上收购的本钱，这利润也不多吧？灵石当前，周某如何不心动？不过有些有心无力罢了。
若周丹师能提供引气丹、减气丹这种丹药，我可在市价基础上将5枚灵粹收购。哦，嗨，三哥这个价格当真是令人心动，只可惜我也是有心无力啊。丹宝阁废丹外销的财路，哪里轮得到我一个考核期未过的新人啊？道友天资不凡，短短时间便将引气丹炼制成功。掌柜的谬赞了，为了这5枚丹药，费了我3炉的材料，可是亏大本了。道友刚刚接触引气丹，3炉材料便有所成，实属难得了。魏上义没有通过也好，省得在后面与我作对。今日是我最后一次指点诸位了，还有7日便要考核诸位的炼丹之术，尚未炼制成功的道友需要勤勉了。上义呀，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你与上礼竟然是亲兄弟。是上义的不是，林管事，我自罚3杯。什么林管事？叫三爷爷。你大嫂见了我，可是要喊上一句三爷爷的。三爷爷。不瞒你说，在这丹宝阁，就算是云苦那小子，在我面前也不敢摆谱。那当然，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您老才是真正的定海神针。所以啊，你们有什么事儿就直说。还真瞒不过您老。我三弟自知炼丹天赋寻常，对这次考核实在没有信心，还请三爷爷出手。出手？若是别的事儿，或许老头子还能说上一句话，但这学徒考核，实在是无能为力呀。我听说三爷爷负责的后勤事务，也包括整个地火阵法的巡检。你问这个干嘛？侄孙并无他意，只是希望三爷爷能够在考核那日操控地火，着落一些排在社地前面之人。以三爷爷掌控地火阵多年的经验，只需在他人炼丹之时，稍稍控制地火威能爆发一丝，便能让他们失败了。况且地火本来就有着偶尔爆发的特性，想来他们就算炼制失败了，也只会自认倒霉，不会想到三爷爷身上的。若是三爷爷助我弟弟完成夙愿，在下愿意奉上10枚灵石作为报酬。老夫虽然修为低下，但绝不允许这种事出现在丹宝阁上。今日之事，看在我那侄孙女身上，就当没发生过，今后不要再提。20枚灵石。好了，我在丹宝阁多年，岂会为区区20灵石破坏原则？得加钱。30灵石，您看如何？逃亡之时携带的灵石并不多，用1枚少1枚。没想到这个老头竟这般贪婪，但是为了上义，同时为了不让那周巡出头，这都是值得的。都说丹师富裕，我看服饰也不成多让。30足矣，30足矣。两位请放心，我林红九收了钱，一定将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三爷爷的信誉，在下自然信得过。届时只需您老将。二牛不仅修炼资质高，炼丹天赋亦是所有人中最好的。荀侯卿为人本分，修炼天赋普通，炼丹却有独到之处。周巡修炼天赋一般，炼丹也是勉勉强强，通过考核也是排在后面，不过长得不错。为何师尊会看中此人？当年为师修炼资质普通，炼丹天赋亦是不算出众，
但向道之心不减，幸好恩师不弃，传我炼丹之术，一步一个脚印，才有我今日啊！我亦是因为恩师才有今日啊！诸位进入我丹宝阁已有半年，基本的炼丹之术想必已经掌握了。今日便是检验诸位成果的时候。哼，等到炼丹结束，看你能否还这般云淡风轻。今日你们这几位都要着落。本次考核内容正是炼制辟谷丹。不管你灵根资质有多好，不管你家世背景有多好，本次考核只以炼丹之术论高低。你们炼制结束后，我会亲自品鉴你们的丹药，丹药品质越好，排名越高，排在前15者可担任炼丹学徒，排在15名开外者亦可留在丹宝阁，不过只能担任灵气杂役。为了此次炼丹公平，也为了避免诸位自作聪明，你们将不在原有的炼丹室炼制，而是抽取对应号牌的炼丹室炼制。好了，诸位且上来抽取炼丹室，之后领取辟谷丹的材料，便开始炼制吧。重新更换炼丹室，这不就意味着我和大哥的谋划落空了吗？他可是花费了整整30枚灵石啊！这全都打水漂了。算你命好，若是那3间被排在我后面的人抽去了，那我岂不是依然没有必胜的把握？怎么样？一共有几间炼丹室搜出辟谷丹？林师兄，这些人真的愚蠢到以为师兄连是不是刚炼制出的辟谷丹都认不出吗？不如直接将他们赶出去，我丹宝阁可不要这等行术不正之人。无妨，除了排在后面那几位，其他人也不必要如此行事的。让他们先考核吧，结束再将他们赶出去。13、19、13，抽回原有炼丹室的，需要重抽。17，这不是自己花钱着落自己吗？妈的，坑周巡没坑成，倒把自己陷进去了。怎么对这炼丹室不满意？没有，不会的，我还有机会的。只要这3间炼丹室地火启动一段时间后，我便算好时间，控制地火暴起。不过这种事儿也不敢做得太多，3、4年一回就已经是极限了，再多恐怕就会惹人注意。若非上一次暴起在5年前，这次说什么我也不敢答应魏氏兄弟请求的。嘿，待我完成了此事，定要找那2兄弟讨顿酒喝。考核结束之后，我且将那2炉引气丹给炼了。实在不行就去执法队任职吧。也许我天生就不适合炼丹吧。妥了。他只要先开启地火，过了炼制1炉辟谷丹时间之后，再开始炼制丹药，这样便能避开地火暴起，不受干扰地完成辟谷丹炼制。我为上意天纵奇才，绝处亦能逢生。抽巡啊抽巡，看来老天都不让你通过这次考核。虽然过程有些波折了，超出了预料，但结果终究还是回到了预想之中去了。开始了，果然这一间也开始了，是时候了。三叔，三叔哟，若昌贤侄，你怎么来了？幸好以17号地火还在，我若此时控制地火暴起，也算完成承诺。至于是否打乱炼丹，我就不管了。为什么丹药成型的一刹那，地火突然不受控制的暴起，将我辛苦炼制的丹药付之一炬？这可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了。幸好为了炼制引气丹，随身携带了数十株的灵骨苗，不然这次真的栽了。
周巡是吧？将你炼制的丹药给我，待林长老亲自品鉴之后，会以丹药的品质进行排名。你先到旁边等着去吧。是，刘管事。周大哥，你终于出来了。这次炼了多少枚丹药？6枚正品，3枚劣品。大哥这成绩，前15定是稳了。这次只要成功炼辟谷丹，加上林管事的斡旋，学徒之位唾手可得。林红九，我弄你大爷！明明已经算好了一切，为何还是这种结果？炼制失败了，并且这第3步便失败了。以我的实力，明明是能炼成功的呀！我好恨啊！难不成真要我魏尚义当一个灵气杂役吗？我魏尚义天资不凡，注定要成为人上人，要成为高贵的丹师，要筑基，甚至要成就金丹的。我不甘心呐！里面的是谁呀？怎么还没出来？禀告长老，里面的是魏尚义，属下也不知他至今还不出来。叫他出来吧，1个多时辰了，还炼制不出，等再久也炼制不出的。是，属下这就去办。魏尚义，赶紧出来，考核结束了。不对，我还有机会。林管事是我大哥的七舅，我回去找大哥去，一定有办法的。怎得这么慢？将你的丹药交上来。炼制失败了。我知道了。半年的考核培育到今天便结束了，诸位的丹药均为我本人亲自品鉴，名次也是我亲自排列，做不得假。下面我宣布通过考核的炼丹学徒名单。第1位王二牛，成丹9枚，9枚均为正品。第2位，这不可能！莫非那林红九和周巡勾结？恭喜诸位成为我丹宝阁的正式炼丹学徒。成为炼丹学徒，第1件便是你们的月俸，全部上涨至40灵淬。这第2件便是我丹宝阁的藏书楼，便会对各位开放。要知道，我丹宝阁里可是收藏了不止1种1阶上品炼丹传承，就是2阶传承，只要你们的贡献度足够，也不是不能兑换。丹宝阁这次不遗余力地培养炼丹人才，正是我的机会。云谷大师如今2阶中品炼丹师的身份，放在白云仙城这等有真丹强者坐镇的地方，也是最顶尖的人物了。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机会不容错过。若是我按部就班地参与考核，如今恐怕已经如他们一般成为炼丹学徒了。说完了好处，也该说说你们的义务了。作为丹宝阁之人，第1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不得将所学泄露于任何人，就算是其余炼丹学徒也不行。违令者废除修为，逐出丹宝阁。第2条便是诸位每月需要完成阁内分配的任务，当然诸位有空闲也可以接取其他任务，这些都是可以获得贡献度的。至于贡献度有什么用，就不用我再重复了吧。当然是换取2阶传承了。这次的提升非常不理想，接下来还是需要赚取更多的灵石，购买高等级的灵药。这1年来，售卖辟谷丹和引气丹，也积攒了差不多40枚灵石的身价，放在炼气中期的修士中，也属于中上游了。但若是用来购买灵药的话，依然不够啊。上一次提升灵根使用的，可是价格超过不少2阶灵药的1阶极品聚灵草。若是需要提升灵根的话，恐怕至少需要2阶灵药才有明显的效果。实在不行，便只能过几年再去购置了。所幸现在的中品灵根还勉强够用。考核之时排在第7，现在排第5，
进阶速度有些提升，但也在合理的范围内。周丹师，周丹师，早，周丹师长得还真好看呢。是啊，周丹师今年不过20吧，当真年轻有为。要是被周丹师看上，人生可真就圆满了。嘿，大哥，恭喜成功入阶。哼，怎么不在家抱女儿了？大哥进阶丹师，我自然是要亲自道贺的。回气丹丹方？哼，二牛有心了。我想着大哥晋升正好用得上。啊，对了，大哥，我这次过来还有一事。啊，何事？家主让我传话，大哥要不考虑一下入赘林家？入赘后，林家将会免费赠送一种1阶上品炼丹传承，同时还承诺待大哥成就上品炼丹师后，2阶传承也会双手奉上。此事我暂无想法。大哥进阶丹师不庆祝一番吗？成就丹师乃是人生一大快事，自然是要庆祝一番的。进境如此之快，我这位发小恐怕有不得了的机遇啊！1年多的时间，周兄果然大放光彩。蓝兄何尝不是如此？你我相识微末，日后当多多来往。周兄所言甚是。周兄弟，恭喜恭喜！我听说铁山帮要新进一位副帮主，想来不久便要称呼三哥一声红帮主了。哈哈哈哈！周兄弟，好灵通的消息啊！不知我托你打听的2阶灵药可有消息了？巧了，我今日正要告知此事。这2阶灵药有消息了。大哥，那周巡成为1阶下品丹师了。是啊，大哥，这周巡当真邪门的很。此子如今成了气候，只怕难以对付了。准确的来说，此人一直难以对付。我出手数次，均以各种原因失败告终，仿佛他天生便能逢凶化吉一般。从丹宝阁内部已经很难再对付他了，就算是舅父，在周巡突破丹师后，也是第一时间告诫我们必须严守当年的交易。若是从外部，此子又从不出红叶坊半步，有心而无力。这1年多来，周巡每天是绿柳巷的家中到丹宝阁，再返回家中，2点一线，当真是难对付的很。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这边毫无顾忌的发展吗？此子性格我最了解不过，待他成了气候，定然不会放过咱们的。哼，若不是你，我们岂能将此人得罪到这个地步？好了，日后与此人井水不犯河水便是。纵然他炼丹天赋了得，未来成就1阶上品丹师，也无法对我们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还请三哥解答。周兄弟，可听过黑市？黑市有过耳闻。这一次黑市将在红叶坊往西800里处的一座山岭上举行。同时，这次黑市会举行一次小型拍卖会。根据流传出来的拍卖名单上，这上面正好有着一株2阶灵草。的确是个机会。不过，这次拍卖的2阶灵草乃是凝阴草。可惜是凝阴草，恐怕林长老并不感兴趣。是啊，当初我也是白高兴了一场。不过2阶灵药这里出现1次就能出现2次，此事还需三哥多多关注黑市的消息。这你就放心吧。1阶下品，不，至少得要中品的防御符箓，还有提高速度的轻身符。可惜1阶上品的飞天符太过昂贵了，买了它我便无力拍卖那2阶灵药了。法器也要1柄，若是真碰上劫修，我说不得要让对方惊喜一番。符箓的话，可以在蓝宋那里想办法。他师尊乃是1阶中品的制服师，从那里购买的话，一来能有更大的优惠，二来呢，
也能加深关系，可谓是一举两得。至于法器，就只有前往百宝阁了。我与那位百宝阁掌柜关系极佳，以较低的价格选购一枚优良的法器，想来不是什么问题。大哥，此地当真有凝阴草？定然没错，这处黑市举办拍会，流出的拍品名单岂敢乱写？一定要将这阴凝草买下，届时兄长便能借此突破后期了。欢迎进入。晨会一枚灵翠。哎，这位道友，看一看上好的符篆，火球符、冰刺符、流沙符，应有尽有，看一看呢。怎么卖啊？火球符、冰刺符全部105张，您看来点什么？确实比红叶坊便宜不少。欢迎诸位参加本次会试，鄙人正是本次的举办人之一，而这次拍卖就由本人主持。至于拍卖规则，只有一条，那便是价高者得。道友出价拍中之后，当即可前往台下的屋子进行交割。本次拍卖，想必有些道友提前得到了消息，不管是突破瓶颈的丹药，还是品质高绝的法器，难得一见的符箓，统统都有。好了，废话切不多说，咱们直接上宝物，把宝物拿上来。第一件宝物，寒月轮，中品攻击法器，以玄铁为主材，参以天境星沙，由炼器大师金红子炼制，击发时月轮飞转，有破甲之锋锐，乃防御法器之克星。底价21枚灵石，每次加价不低于1枚灵石。寒月轮虽然长得丑点，跟个大号齿轮差不多，但是威力确实不俗，是个好宝贝。可惜不能下手购买，毕竟我的真实目的乃是那2阶灵药。22枚灵石，23枚。我出30灵石，还望朱道友给我个面子啊！炼器9层，放在红叶坊也是大人物了，也不知是哪位遮掩了身份。拍卖之物，价高者得，任何人不得破坏。筑基期修士，绝对是筑基期的修士。这种光凭威压便能压迫得我难以呼吸，只有筑基期的修士才能做到。看来这所谓的黑市并没有那么简单，能够请动筑基期修士，必然与红叶坊4大家族脱不了干系。4大势力，4大家族。是了，想来这4大势力便是红叶坊4大家族扶持的代言人。看来黑市的背后还是4大家族。是晚辈孟浪了，晚辈愿意出100灵石购置此物。哼，下不为例。多谢前辈手下留情。第2件拍品，固本培元类丹药引气丹10瓶。引气丹诸位都知道，可以辅助修炼，节省数月的时间，更兼有破境之功效，是不可多得的宝丹呐。1瓶熔丹10粒，起拍价3块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灵翠。3块灵石10灵翠，3块灵石20灵翠。第2件，第3件，第23件，2阶灵药凝阴草，起拍价40灵石。41枚灵石，42枚，43枚，53枚。还有没有更高的？我宣布，凝阴草有60枚灵石。好，这位道友出价60枚灵石。还有没有更高的？62枚灵石。70枚灵石。好，我出74枚灵石。若道友还能比这价更高，这凝阴草便让与道友。75枚灵石。这个价格虽然比市场价有些超出了，但也值得。75枚灵石。好，还有没有更高的？100枚灵石。100灵石，
除非将身上的所有宝物都抵押了，才能够凑齐。不过此人出价这么痛快，大概率身家极为丰厚，我纵然勉强凑齐灵石，恐怕也无法击败他。再者说，抵押了法器符箓之后，返回坊市的话，可就没有安全保障了，得不偿失。哎，也罢，索性再积攒一段时间，届时购买百宝阁的那株灵药算了。100灵石，凝烟草便归这位道友所有。拍卖会上的宝物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正好当增长见识了。第24件，1阶下品灵兽疾风马，起拍价10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灵翠。第27件，中品法器通光子母刃。这件法器虽是中品法器，但其用料、炼制方法均是按照上品法器炼制的，只是炼制过程出了岔子，这才掉落至中品的。不过其威力却是极大，超出寻常中品法器不少。但是它也有一个限制，因为是按照上品法器的标准炼制，驱动这件法器必须拥有神识才行，否则呀，无法发挥其真实威力。起拍价40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枚灵石。40枚灵石，神识驱动才能展现完整的威力，这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会试结束已有3天了，就算还有结修，也应该完事了吧？这威力实在惊人。大哥，购买这凝阴草可费了我们不少灵石，何不重操旧业，弥补一番呢？也好。这位道友，何必赶尽杀绝？我愿交出全部身家，只求饶我一命。好啊，只要你交出储袋，我便放你一条生路。你大哥，都3天了，咱们还要继续等吗？来都来了，再等1天。不对，大哥，那小子怎么停下来？不急，再等等。不好，咱们暴露了，那小子要跑。快追，别让他跑了。不好，是结修。飞天符，不好，他要跑了！快用青光梭！飞天符价值30灵石，并且是有价无市啊！就这般被这小子用了，暴殄天物啊！真是！赶紧上来！二弟，1阶上品的光盾符，好！不愧是上品法器标准炼出来的，威力果然惊人。储袋，难道是一件特殊的法器？幸好出手的早，不然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能够在火球树下毫发无损，这定然是一件难得的宝物。竟如同真人一般，当真是奇物。这竟是一张变换面孔、伪装身份的面具。只要靠近某人，便能利用面具收集此人的气息，收集的越多，模拟的越真实。若是将这人击杀，再用面具收集的话，那模仿的就更加完美了。就算是高一个大境界的人，若不仔细查探的话，都难以发觉。果真是好宝贝，
有此物在，未来行事将更加方便了。我去，灵隐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哼，原以为与这株2阶灵草失之交臂了呢，没成想最终还是落回了我的手中。看来我刚刚击杀的这2位，便是当日拍下凝阴草的那对修士了。呵呵，这下倒是省了上百的灵石。2阶灵草果然有效。这一次的提升过程，感觉比上一次强了许多，灵气的转化速度提升了不少呢。按照灵根感应度计算的话，应当增加了差不多1点。看来普通的2阶下品灵药只能提高1点的灵根感应度啊！哎，2阶灵药啊，看来想要成为上品灵根，任重而道远啊！哎，可惜我经脉强度不高，每天运转功法的次数有限。不过按照如今这个进度，最多只要半年，我便能修炼至炼气3层巅峰了。此法花费颇多，但是炼制成功之后好处极大，值得一搏。周丹师留步。啊，原来是刘管事，怎么有事吗？啊，云苦大师回来了，想要见见你们这些新进的丹师。我在丹宝阁这么多年，云苦大师召见新进丹师的次数可是屈指可数的。周丹师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多谢刘管事提醒。属下将周丹师带过来了。让他进来吧。周丹师，请进吧。这位道，云苦大师。小友，又见面了。哎呀，之前是晚辈失礼了，没认出前辈来。哈哈哈哈！看来我那日说中了，小友果真加入了丹宝阁啊！晚辈能有今日，多谢前辈了。老夫当日见你颇为投缘，因而推波助澜了一番，却也没想到你能成长到今天这一步啊！你那丹药也就瞒一瞒寻常丹师，可瞒不住老夫啊！那故意降低丹药品质之事，可是老夫年轻时的把戏。你如今炼丹的水准，恐怕那王二牛也比你差不少吧？前辈目光如炬，晚辈孟浪了。懂得藏拙是好事，也能让你走得更长久。不过丹宝阁有我在，你可以放心。有时候适时展示实力，反而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多谢前辈提点。这里有部分炼丹之术，你且拿去看看。若你能1年内晋升中品丹师，我可以承诺收你为亲传弟子，将我这一身炼丹术悉数传授于你。多谢前辈。云谷大师乃是2阶中品的炼丹师，地位堪比炼阶后期修士。若是能够成为他的弟子，那筑基之前我都不用担心资源的问题了。毕竟2阶中品的炼丹师已经能够熟练的炼制筑基丹了。虽然云苦大师给我设下了1阶中品炼丹师的约定，但是这份炼丹术的传承足以说明他早就把我当成是自己的弟子教导了。不然这等2阶炼丹术的传承又怎么会随随便便赠与他人呢？唉，穿越以来，这还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周兄弟安好。红山扰幸担任铁手帮副帮主之位，特在月香楼甲子10号房摆下了宴席，还请周兄弟赏光。哼，月香楼乃是红叶坊最大的酒楼啊，
比之前我们会面的天香楼还要高一个档次呢。看来这洪三的确是晋升了。恭喜三哥晋升副帮主！哈哈哈哈！周兄弟，快来尝尝！这月香楼不愧是红叶坊第一酒楼啊！这里的宴席可不是天香楼能比的。这番当了副帮主，这才知这权势的美妙啊！哈哈哈哈！原本我是信守堂堂主，也算有几分权势，但在铁山帮13个堂口里面排名靠后，并不被看重。那些个堂主见面就是红三儿的叫，如今见了我，一个个都是三哥的，客气得很。就连出门我不先迈步，他们绝不敢出脚的。你说有趣不有趣？就连喝酒，平日只能去那天香楼，如今却也能进这月香楼摆上一桌。还有平日里靠不上的那等人物，也一个个同桌而食了。就在昨日，我刚宴请了一位丹宝阁的管事，放在以前，我红三哪里够得上这等人物呢？三哥如今是副帮主，自然是不同往日而语了。哼，且看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不过对这一切，三哥却是极为惶恐啊！哎呀，铁手帮的兄弟个个都要吃灵米，要修炼。原本我只负责信守堂，这只有6、70位好兄弟，倒也过得下去。可如今当了这副帮主，我要为整个铁手帮几百号兄弟负责。哎，我这副帮主表面看着风光，可实际上我明白得很，他们如今敬我，不过是看中我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若是有一日我带给不了他们好处了，他们就会有多恨我。兄弟，我惶恐啊，没办法，这才找了丹宝阁的管事商谈采购丹药之事。当然，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易，只是，这采购价能不能下降一些？不然，兄弟实在不好交代。哼，早在洪三说起丹宝阁管事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的想法。不过这件事，我也早有准备。当年与洪三交易之时，为了防止今日的事情，我已经打通了百宝阁那条线。若是以往为了藏拙不敢大量出售丹药给百宝阁，还得哄着这个洪三。但如今有了云苦大师这位大佬当靠山，我完全可以展示出超出当前天赋的炼丹术。毕竟能够被云苦大师看中之人，自然是有2把刷子的。再者，随着炼丹术的提升，洪三这条线能够带来的收益也占比越来越小了。毕竟洪三能够倾销的也只能是低阶丹药罢了。待我进阶中品丹师炼制出中品丹药的话，已经不是他能够沾得了手的。哼，三哥的难处我自然也是理解的。哼，不过我这里的丹药也是收购而来，利润微薄。原本想着呢，三哥需要，这才做下去的。幸好三哥如今有我丹宝阁的管事相助，小弟也就能放心的放下此事了。来，祝我三哥的丹药生意蒸蒸日上。周兄弟，我好了，三哥不必多说了，小弟都理解。小弟今日阁中尚有人找，就不多留了，改日再找三哥喝酒。大小姐，周丹师来了，坐，尝尝这灵雾茶。好茶呀，请用。多谢。在下从未饮过这般好的灵茶。此乃灵雾茶，有清心反力的功效。不知大小姐找在下所为何事？周丹师入丹宝阁不过数年，炼丹之术精湛，基础极为牢固。芝山师兄也都有称赞。
今日找周丹师，乃是有一事相托。不知是何事。我受家族所托，负责炼制避火丹。然而家族要的数量太多，我一人炼制不过来，特意邀请周丹师参与炼制。避火丹，在下从未炼制过此丹，恐怕难以完成大小姐的所托了。我已与芝山师兄说好，炼制避火丹期间可以无需理会日常炼丹任务，并且每炼制成功1枚正品避火丹，我们林家会给予10灵翠的补贴以及1点丹宝格贡献度的。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此次炼制，二牛、玄后清均已答应，如若再加上周丹师，却是刚好了。若是不止我一人，倒也还好。如此的话，周某答应了。这是避火丹的丹方，周丹师可以研习一下，还有5份炼制材料，可以提前练手。5日后，我们将正式开始炼制避火丹。婴儿，避火丹之事如何了？爹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找好了3名信得过的炼丹师。对了，这避火丹如此重要，找家族内的炼丹师不是更好吗？家族炼丹师有其余任务，而避火丹只是1阶下品丹药，你们几位炼制不会引起他人注意的。有了这火源石矿，我们林家定能大放辉煌。避火丹的作用便是隔绝火焰之力，林家采购这么多的避火丹是何用？莫非找到了什么火属性的灵矿？老七，将你的发现说与几位长老听。是，家主。我奉家主之令，跟踪林家5长老，发现此人竟与百炼阁的管事混在了一起，两人有说有笑，一同宴饮。我就想，林家乃是以种植灵药、炼制丹药为主，而百炼阁乃是炼器为主，这2个怎么会处到一起去？而后我便一直跟踪这位5长老，此人出了白云仙城之后，一直往西飞遁1个月之久，最终来到了红叶坊西北2000里处的一座大山。后来我就派寻踪术潜入查看，那里竟然有一条火源石灵矿。想来这就是林家与百炼阁来往甚密的缘故。果然是火源石。嘿，这林家竟然破坏规矩，私藏矿脉。红叶坊4大家族从500年创立时便立下了盟约，守望相助，4姓1家。若是发现了灵矿，也许4家共享。我说近些年他们怎么发展这么快？短短数十年间，实力直逼我们吴家。此事必须告知孙李2家，让林家交出这矿脉不可。我倒是觉得可以趁此机会驱逐林家。驱逐？家主，我红叶坊自创建以来，吴林、孙李4家500年同气连枝，难道要从今日开始破灭吗？几位长老或许不知，我大哥如今已经进阶筑基圆满之境，而林家的秘密药田里恰好培育了一株凝脂草，这可是能提高30%结丹几率的凝精丹的主药。若是得了此物，以我大哥的地灵根资质，成就下品真丹的概率高达80%，就是中品真丹也高达60%，就算是上品真丹也高达40%。如此，我们吴家也有望打破500年的桎梏，成为真丹家族的。筑基圆满？当真？宗道竟然到达如此境界？若是如此，驱逐林家也并非不可。不知家主打算如何说服孙李2家呢？
孙家主业乃以御兽、收购妖兽材料为主。如今白蟒山诞生3阶大妖，势力向外蔓延，诸多猎妖修士纷纷回返，孙家生意也是大受影响。据我观察，这几年已不足往年3成。若不想办法改变，恐怕很快会跌入4大家之末。若是我们同意破灭林家之后，将林家丹药生意全部交由孙家掌管，他们定然心动。至于李家，在我们4大家族中本来排名最末，如今更是青黄不接，只有筑基中期的李善交苦苦支撑着。李善交，你们也知道，已经150多岁了，寿元不长。若是我们以1枚2阶延寿丹加1枚筑基丹为报酬，他们定然会同意的。值得下这么大本钱吗？若是我大哥突破真丹，区延寿丹又算得了什么？好，那便如此行事。见过周丹师。哦，大小姐在吗？在里面。周丹师请进。见过大小姐。周丹师来了，可是避火丹炼制好了，这次定然又是你成丹率最高，成丹15瓶，我已记下，临时会与岳峰一同发放，贡献度我也记入你的名下。周丹师留步，且来2瓶续化。小娥沏一壶灵雾茶。周丹师炼发技艺越发精深了，想来再过1-2年便能进入中品行列。大小姐过奖了。我请你来是有一事需要你帮忙，我想炼制中品避火丹，但此丹在所有中品丹药中炼制难度实属最上层，以我一人之力恐怕难以完成，因此需要一人从旁协助，替我处理一些灵药。大小姐既然有需要，周某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不过下品避火丹的任务，炼制中品避火丹，成丹后1枚补助灵村50枚，贡献度5点。既然如此的话，周某任凭大小姐驱使。明日你便直接来我这儿，我们开始炼制中品避火丹。啊，是。1阶中品的灵芝园。周丹是来得早，用过早膳没有？哼，用过了。那我们便开始吧，随我来。你负责的部分与炼制下品避火丹的并无二致，不过关键在于炼制的时机。你炼制的那份药炉出炉时间需要与我那份时间不差分毫，不然2种药液凝炼时无法完美融合，也难以炼出正品避火丹。看来炼制成功的关键便在于2人的默契了。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先炼制一炉试试，找一找感觉。点火，温热丹炉。此人虽然耗材，炼丹基础却非常扎实啊。开炉盖，炼制灵药。周丹师，我还有1颗中变炼制完毕。我亦如此。周丹师，还有10息。放心，绝对不会差分毫。一切都那么顺利，仿佛炼制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最后的成功。看什么看？炼下一炉。周丹师技艺果然精湛，今日配合很完美。大小姐谬赞了，没有什么事，那我便告辞了。快则1月，慢则1年，我便能突破了。哼，利用这药液修炼，炼体诀的进度很顺利，想来很快便能成功入门了。哼，大小姐有何事？
我记得不错的话，周丹师今年才20岁吧？啊，不错。20岁的一品下阶丹师，并且实际技艺接近中品，称得上丹道天才了。周丹师的风采，我林家极为欣赏。我有一位族妹，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就连我见了也是心生怜惜。更为难得的是，我这位族妹天资也不差，水灵根感应度19，差不多比你中品灵根了。周丹师若入赘为婿，在上次条件之外，我们承诺，其余待遇完全按照嫡系子弟供给。不知周丹师可有意乎？啊，我自小心向大道，早已立下誓言，此生以筑基为志。林家的好意，在下只能心领了。周丹师不必拒绝这么快，不如见见我那位族妹，再做考虑。不必了。既然如此，那我就替你回绝了。看来突破就在这几日了。大小姐，在下昨日修炼瓶颈似乎有了松动，因此告假一巡，闭关冲击炼气4层。那便提前恭喜周丹师啦。要是他在就好了。唉，这平静了100年的红叶坊，也要迎来动荡了吗？林家背弃盟约，罪不可恕。我红叶坊吴、孙、李3家共同决定讨伐林家，凡与林家之人皆可出手。诸位，听我说，今晚进攻林家驻地，威胁最大的便是筑基中期巅峰的林元如。他就交给我吧。便劳烦四叔牵制住此人，待我与11叔、孙长老解决了其他人，再来一起解决林元如。林家最近大肆炼制避火丹，而避火丹唯一的作用便是帮助修士抵御火源之力的侵袭。能够拥有大量火源之力的地方，要么就是熔岩之地，要么就是某种火属性的灵矿，再就是某种特殊充满火源之力的特殊地域吧。比如修真界流传的10大禁地火域，便是这样一处地域。而能让林家花费如此代价炼制避火丹的，自然不可能是寻常的熔岩之地，而特殊地域的话，往往不容易隐藏，早就被修士发现了。最大的可能便是某种火属性的灵矿。林家这些年实力蒸蒸日上，想来与这灵矿大有关系。出售灵矿换取修炼资源，资源充沛的话，林家自然是人才辈出。而这次3大家族讨伐林家，想来也是为了这灵矿吧。不过有一点我没想明白，若是只为了灵矿的话，3家只需要上门逼迫，林家自然会交出的，不至于招来此等灭门之祸呀。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在这里面。但不管如何，这都是我一个小小炼气中期修士难以干预的。这场争斗波及整个红叶坊，没人能够幸免。我身处局中，犹如波涛汹涌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福祸未知。更别说身为丹宝阁的炼丹师，是实打实的林家势力之人，这个身份，周围邻居街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事发突然，现在绿柳巷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得赶紧离开。安树，若有不待，家族日后就交给你了。兄长，你放心吧。那雪鹰那边，我早有安排，你去吧。是。
大哥，活下来。去吧，今日便好好看看，到底是我林家被灭，还是他吴家破亡。拭目以待啊！大山，你真的不随为师离开？师尊，丹宝阁是林家的心血，也是您的心血，弟子绝不会如此简单的放弃的。3家讨伐，如何守得住？再说了，丹宝阁只是一个壳子，只要你在，只要为师在，随时都能重立丹宝阁。我是林家之人，怎么忍心在家族危机之时逃跑呢？不，我做不到。痴儿，这3枚2阶下品符箓你收着，1枚风遁符，1枚冰雨符，1枚金遁符，好好活下去。师尊呢？师尊离开了，丹宝阁多半守不住的。雪鹰，你也快离开吧，这是我们林家当代天赋最好之人，以后林家就要靠你们了。师兄，既然守不住，你为何不走？丹宝阁乃是林家重地，必有筑基修士亲自来攻。但我们丹宝阁的防御大阵乃是2阶中品，若由我亲自主持，短时间他们是无法攻破的。这样一来，便能够拖住大量人手，能够减轻家族那边的压力。要知道，整个林家各系子弟全部在家族内生活，这边只要拖住足够多的人，我们林家的后辈就能多跑出去一些。好了，你们不用劝了，这是师尊给我的筑基丹，想来我也用不上了。你拿去吧，以你的天资，未来定能筑基的。师兄，保重。吴兄，我吴灵孙李4家结盟500年，同气连枝，不知我林家犯了何事，竟惹得3家一同上门问罪。二长老，广贺，林元儒，我要你偿命。师一说，如今我们陨落筑基修士1位，还剩下3名筑基，而林家同样也是3人，但林家的林元儒却是筑基后期。这样的话，筑基战力对比我们还是占下风的。二叔杀得好，今天要让你们看看我们林家的底蕴。大哥，突围！此时整个红叶坊的大门已经全部打开，红叶坊出口的禁制更是全开，我们被堵在里面了。随着时间推移，出口这里必然汇集大量修士，我还是先离开为妙。二牛，我们该怎么办？雪儿，你放心，我一定带你们逃出去。站住！2位大哥有事？好俊的小娘子，险些走了眼。老四，今天咱们可有福了。2位大哥，小弟这块灵石孝敬你们，还请放过我们夫妇。三哥，灵石哟，还是头肥羊，把你的灵石全都交出来，你的钱我们全都要了，人我们也要了，快动手！
嘿嘿嘿，好修为啊，好法器呀！短短时间杀我2名弟兄，将男的杀了，女的带回去，好好的乐呵乐呵。是，哼，只要法力消耗一尽，那便是他们的末日。雪儿，我对不住你们娘俩。哎，又是某个倒霉蛋。什么？我二牛，还有他的妻女，被困住的竟然是他。看他们的状态，已经法力枯竭了，想来没过多久就要束手就擒了。后面的事想想也知道。围住王二牛的一共有8人，其中为首那人炼气4层，剩余7人均为炼气3层。只要先解决了那名炼气4层的大汉，剩余之人不足为虑。哼，不过是土鸡挖狗。前辈，饶命啊！前辈，求前辈放过我等。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晚辈大哥，这真的是大哥吗？起来吧，赶紧调戏。多谢大哥救命之恩，谢大哥救命！赶紧调戏，这里我们不能久待了。哼，这群人打家劫舍，身家不菲，如今倒是全部便宜了我。大哥方才那是玉器啊，我天生五感强大，突破炼气中期的时候，恰好诞生了神识。哼，只可惜距离只有丈许。啊，大哥竟有如此天赋，当真是可喜可贺。好了，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是。王二牛、周巡、林雪娥，哎呀，我吴宗羲真是好运气呀！碰到你们3个小崽子，真是该当我有此功劳啊！你们乖乖束手就擒，我就。高大哥，怎么会是他？早就觉得此人深不可测，如今看来，当初的感觉一点也没有错。战力强横的吴宗羲，在他的手中竟然一击而亡。好好保重。大哥，你认得这位前辈？啊，认识，但不熟。啊，未曾想市井中竟有此等豪杰。好了，我们赶紧离开吧。昨日若非大哥，我们夫妇2人还有茵茵，恐怕已遭不测。二牛与我乃是自家兄弟，弟妹无需如此。我们夫妇2人无以为报。这本阵法典籍乃我母亲遗物，今日便给大哥以全我夫妇感激之情。这是阵法典籍？此乃弟妹母亲遗留，在下怎好夺人之爱，还是收回去吧。大哥不要推辞了，我夫妇愚钝，连查看这玉简都做不到。大哥觉醒神识，正好合适。若您实在为难，不如抄录一份如何？哎，大哥，好像有人来了，赶紧搜仔细着点，千万别让那小娘皮跑了，她可是条大鱼。这声音是魏上人，不是袁家不聚头啊，他怎么来了这里？2、4、6、8，一共是11人，4位炼气中期的，魏上人那位大哥魏上礼也在其中。听他们的意思是追逐了一位女子来到了这里。弟妹，
你们族中还有几位地位比较高的年轻女子？既然被称作小娘皮儿，那年纪自然是不可能太大，能引起魏上人这么多修士的追击，那地位定然是也不低。地位高的年轻女子，我们这一代除了堂姐就只有14伯的女儿。不过她如今在白云仙城的灵药阁，并不在红叶坊。那不是说堂姐也逃来了此处？不行，二牛大哥，我们要救她。林雪娥的堂姐，那不就是林雪英吗？怎么这么巧，她也来了此处？不过此时已经不是救不救的问题了，按照这群修士的搜寻之法，很快便能发现我们藏身于这座山洞的，因此不管愿不愿意救人，都是不得不出手了。俗话说先下手为强，既然要出手，那便一定要找准时机。他们一人练气4层，一人练气3层巅峰，加上手中的中品法器，战力不俗，短期内的话，一人匹敌2名同阶修士应该并不算难。而那位躲起来的林家大小姐，更是练气5层巅峰的修士，即使是受伤了，匹敌一位练气中期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此算下来，只要我先声夺人，趁他们不注意，先行击杀一名练气中期的修士，那我们这边实力的差距也没有太大，且战且退的话，大概率能全身而退。二牛弟妹，咱们先在此隐蔽，待那搜寻之人离得近了，咱们一起出手，先行击杀几人，而后搜寻你堂姐一块逃。大哥，怎么办？我有一个法子，不过弟妹恐怕是要冒一些风险了。大哥，你吩咐吧。大哥，不如让我去。此事非弟妹不可。二牛，让我去吧。就算躲在山洞，又能安全到哪里去？不如一拼。我找到了，我找到林家大小姐了，她往前跑了。就是现在。什么人？周巡！哈哈哈哈！当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快上，杀了他！神识玉器，这是炼气后期修士。大哥，周巡不过是中品灵根，如何3年就成了炼气的后期？我亲耳从三弟口中得知周巡灵根资质，就算是地灵根，不会有这种速度。此事定有蹊跷。啊，此人我认识，3年前不过刚突破炼气3层，绝不可能是后期修士。诸位大可放心。大哥，这走。二牛，你且先接应弟妹和大小姐。哼，你们一直与我作对，今日再次碰见，正好做个了断。大小姐，哼，看来是林雪英出手了。叶周兄，是我魏上人不对，你饶了我，饶了我一命，让我干什么都行。行啊，二弟，起来。成王败寇而已，林府罗家子弟，岂有苟且偷生之人？大哥，我不想死啊！你觉得他能让我们活吗？饶命！饶命！此人也算一代人杰。不错，此人天赋才情、心机手段均为上上之选。奈何有一个不成器的弟弟，哎。今日若非周丹师相救，我恐怕难以幸免。这2名储物袋，周丹师收下便好。那日我从丹宝阁离开后，路过周丹师住处，不巧被魏家兄弟认了出来，而后便遭遇了他们的围攻，且战且退，一直被追击至此。丹宝阁前往房事的出口，
并不需要经过我绿柳香的加入，但在他逃命之时，却不忘记前往我的住处。唉，家人情深义重，奈何身许大道难许卿。大哥，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是啊，大哥，你拿主意吧。哼，不知大小姐有什么意见？不如先前往白云仙城，我林家在那儿还有不少族人与产业。也好，云仙城乃是修仙大城，不如先去那里与林家剩余的人会合，再做打算。总算有惊无险到了这里。是啊，未曾想这一路这么惊险，难怪族中长辈常说，非炼气后期修士，难以横跨至白云仙城。也好，赶紧进城，这3个月的风餐露宿，可难受死我了。看来林家在这里的势力也是出了什么变故，出手的必然是红叶坊的吴孙李三家，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将出手伸到这里的。方才我看到了吴家大长老。吴道友所言，我已向师尊禀告。师尊言红叶坊之事，白云仙城就不做牵扯了。若是得不到白云仙城的支持，那云光宗的打压想必很快就会到来。不瞒道友，我族之宗道乃是地灵根之子，如今修为更是到达筑基大圆满。若能得白云仙城支持，愿欠下一个人情。此话当真？吴家藏得好深，地灵根者不服用任何灵物，也有50%概率突破真丹之境。若是服用凝晶丹，概率高达80%。以他如今筑基大圆满的修为，想来最多10年，吴家便会出现一位新晋真丹修士。没想到吴家竟然出了一位真龙。周道友过誉了，不知白云仙城……吴兄稍等，我且再去请示师尊。吴家出现地灵根者，这可是能改变续国未来格局的大事，必须禀告白云真人。吴家大长老，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管如何，总是白云仙城的丹宝阁和灵药阁消失的缘故，定然是与他脱不了干系的，并且白云仙城在这其中恐怕也扮演了不公平的角色。那我们岂不是危险了？若我是吴家大长老的话，不仅要驱逐林家之人，待其出城之后尽数抓捕，更会在原有的丹宝阁和灵药阁的附近布下眼线，因为肯定有逃出的林家之人来这里会合的。我们方才在那2处可是停留了不少的时间，若是落入专门的探子眼中，必然是极为可疑的。不行，我们得赶紧离开。现在就走吗？立刻马上，快！周兄，请。哎，九弟，这么毛躁干什么？三哥，快，我有急事禀报。老大在宴请周前辈，有什么事儿等他们结束了再说。哎呀，我有大事禀报，我发现林雪英了。啊？你说谁？林雪英？此话当真？这种事我怎么可能骗你啊？他们现在就在克莱居。好，你在这儿等着，
我这就去禀报。祖立，我不是吩咐你了？大长老息怒，实在是有大事禀报，所以……哈，吴兄太过苛刻了些，都是自家子弟，有事啊，起来说话。哼，既然周兄为你求情，这次我便饶了你，下次再犯，一起跟你算账。说吧，什么事？周兄不是外人，有什么事你赶紧说。九弟今日发现了林雪英。谁？就是那个林家大小姐。什么？周兄，今日实在有大事要办，下次我再赔罪，与你大醉3天3夜。哈哈，既然吴兄有事，便赶紧去办吧。下次你可得补我3场酒宴。一定。17，那几个人还在里面吗？禀告祖爷爷，我一直在这里盯着，他们没有出去，而且我在他们的衣物中下了追踪印记，他们还在客栈里面。做得好。筑基修士，见过前辈，前辈可是来住店的。我们有天子房、地子房、人字房3种，这天字房……这位掌柜，吴某不是来住店，而是来找人的。找人？这恐怕不妥吧？我们克莱居做的就是住店的生意，最看重的就是保护客人的隐私啊。你这厮好生无礼，可知我们是谁？你要干什么？这里是白云县城，不是谁都能在这撒野的地方。